位慧密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慈雅。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辅仁大学宗教系系主任曾志明曾教授来和我们谈谈阎王审判啊、功过歌啊，那还有城隍庙呢，里面有一个算盘。那我们的摄影班的那个年轻人就问我说：“哎，这个算盘它是用来算钱的吗？”所以产生了很多很有趣的问题。因此呢，我们再请了郑教授来为来解说一下，我们为什么民间会有所谓的城隍信仰。那它的匾额上呢有一句"你来了"然后那个算盘它终究是用来做什么用？城隍爷信仰是我们传统社会流行非常普及的信仰，所以在台湾我们也到处可以看到城隍庙。那城隍庙呢，其实它的作用是一个司法庙，它掌管人的善恶行为。那这跟我们古代的帝王制度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各个地方啊，我们都会有这个县太爷呢，他要负责审判啊，所以人的善恶行为在阳间是要受过我们人间的法律来审判的。但是他做了恶事，但是没有被这个县太爷审判，没关系，阴间啊也早把你的所作所为都整理好了。活着的时候不能审判你，那至少死的时候就要把你调到这个城隍庙去审判。所以城隍庙前面就会有一些捕快，那捕快呢里面我们最熟悉的就牛头马面，那还有七爷八爷，他们就是专门来把这个死的人调回到城隍庙去审判的啊。当然死的人也可以分两种啦，一种就是时间到了走了，还有一种就是你为恶多端，提早把你押到城隍庙去审而已。我们可以说是现世报所以你为恶多端的人啊，你不要以为逃得过人间的法律，其实你逃不过这个阴间的审判啊。教授，我刚刚才想到一个，如果是意外身亡的，那也可能也都是跟你的善恶行为有关。就是如果意外身亡的人，他是不是会进所谓的枉死城？真的有枉死城？这对的。其实刚才说的淹死的，他不会经过城隍庙，他直接就把你抓到这个淹死城去。所以比如说你还没寿终正寝，甚至你得癌症死的，在古代都可以算是淹死的。所以为什么会有淹死城这个？其实也是要告诫人啊。那么达成仪式呢，就是透过这些仪式，把你从淹死城救上来，然后再依你的善恶功德帮你送上天。那我们还是回到城隍爷来说我们阳间有县太爷，阴间有城隍爷，所以你的善恶都躲不过阴间的记录跟审判。所以那个城隍庙它只是一个中间的转运站而已啦。所以我们城隍庙我们又称之为叫地头神，它是管这个地头的啦。还有一种不是地头，但也类似地头的，就是像我们万华的那个青山王，也就是山神山神跟城隍爷不太一样，因为什么会有另外有类似巡抚大人刑案大人的这种山神？这也跟古代的官府有关，因为有时候这个县太爷会跟地方的这些恶士绅势力勾结那勾结以后这个老百姓有冤难伸，官相护是不是？所以怎么办？朝廷就会派这个巡抚大人那个是不定时的来巡查，遇到真的有冤他就来办这个我们在戏剧里面经常看那这种青山王庙或者文武大众爷庙这种的，都是属于巡抚性质的，他们就会有暗访。正头白天绕境，对不对？对。那晚上也要绕境，但是晚上绕境的大概都是属于这些，比如说像官将所八家将要接受人家有形无形的告状，然后他们就来重新审判。所以阴间的信仰有时候也跟阳间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到有些庙有些有捕快有阴阳师
这些就是属于司法庙。司法神有这2个系统，一个就常设性质，一个就是非常设性质。王法有时候它是有所不足的，那就透过信仰的方式来弥补。那这也就是我们民间信仰的意义啊。同样的，人的善恶，你不要以为你不犯法就可以躲过审判，不是的，天上有神，就是在关注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然后记录了每一个人生命的功过，这个我们就叫做司命神。而司命神的种类很多啊。第一个就是跟心神有关啊。心神其实我们叫日夜星啊。远古时代啊，比较崇拜太阳跟月亮，因为太阳跟月亮都有光，而这个光会影响到我们人间的这个万物的生长啊，所以太阳、月亮的光照耀了大地，万物生生不已。所以很早期的时候啊，人都是崇拜太阳跟月亮，但是在远古时代，人们就崇拜星星。每一个人都是从天上的某颗星展示而来的，因为星星有几千几亿啊，满天星辰，就像我们在看戏剧啊，就会有一颗星这样子，然后注入到对体内，然后是展现自己的元神，还会旋转啊。所以我要问你是哪颗星啊？我还没找到，请教授帮我找一下。所以我们人可以是星星转世，所以人的灵性就是星星的灵性啊，是不是啊？但是同时人是星星转世，那么人的灵性，星星也记录得清清楚楚。这个天上就有一个功过簿，或者称之为叫生死簿，就是你的善恶都在这。但是如果为恶多端的话，它就可以减寿，让你提早来报道啊。那这个掌握这个生死簿的是谁？就是天上的星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漫画里面，我们撞到的时候，我们的头上就会画上满头星星。对啊，为什么？就是司命信仰嘛，那些星星每天都在你头上转，你做什么它都看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是撞到的时候？撞到了以后，它也跟你一样跑出来所以你不撞到你就没有看到，撞到你就看到了。所以老师，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星星啊，是不是像有些人他在出了重大车祸以后，然后就是突然间会灵魂出窍啊？那这个都有，这个也是有相关的。这个星星啊，就是这个古老的信仰，所以星星就变成有司命信仰，就是说天上的星星主宰了每一个人的生命啊，这个我们叫做司命信仰。什么是司命信仰呢？司就是主宰、主管、管制人的生命。好啊，当然每颗星都可以管制人的生命因为天上那么多星星，那每个人的生命也都可以是星星投胎转世也可以啊。所以人的能量、人的生命能量也都可以来自于星星啊。那后来慢慢的就转化成星数的观念每天星数在我们东方就画成28星数，那西方大概就画成12星数了那东方有东方的星数学，西方有西方的星数学，然后这个星数学就转换成占星术。所以西方有西方的占星术，东方有东方的占星术。讲我们东方的28星数，那28星数呢，又依东西南北四方分成四方星数，那就是北方星数这个东方星数、南方星数跟西方星数。而每个星数我们又用动物来代表所以这个东方我们就称为龙南方是朱雀那西方是麒麟或者是这个白虎，那北方就是玄武，就是龟蛇，这就是图腾。而图腾主要是这个4个图腾其实是四个四方星数。然后就转化成我们后来的四方大地、四方天地。北方就是北方天地，然后或者在台湾就称之为真武神、玄天上帝。南方、北方南方、西方都有
啊，那再加上中央，就形成了五方天地，五方五帝。啊，那五方五帝在道教里面也是一个很普及的信仰，而这个都跟星宿有关。好，那么我们地球啊，基于在于这个北方星宿上，所以我们也会有几个重要的司命神。第一个是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有的我们称之为叫文昌宫啊。文昌宫呢有6颗星，而这6颗星呢。这6颗星主要就是主宰人的生命，人的这个生命还有人的这个富贵还有人的这个考试什么种种，我们叫福禄寿福禄寿都归文昌宫管文昌宫就管人的福禄寿后来就发展成我们民间的文昌帝君。那文昌帝君呢，后来变成我们要考试都要去拜这个文昌神现在很多的庙一到考试的时候，很多人都把这个准考证都影印去放在那，希望这个文昌神特别来照顾我们为什么文昌神会跟考试有关？因为跟禄有关古代这个因为科举制度你要改变身份。那就是要去考试嘛，是所以他就变成这个在科考时代，他就变成考试神也变成读书人的神，所以读书人就要拜这个文昌帝君就是福禄寿的那个禄，对不对？那所以古代的那些进士，如果他们要能够当官升迁都要拜。所以古代的这个读书或者文庙他就拜2个系统，一个就拜孔子，一个就拜文昌帝君。所以孔庙也好，或者我们讲的书院一般当然官方要我们拜孔庙啦。因为孔子是我们的教义之王嘛，对不对？是。但是民间老百姓要拜文昌帝君，这有什么差异吗？有没什么差异都跟考试有关啦。是有关。只是就是一个官方也民间嘛，民间就是要靠这个文昌，所以文昌帝君的庙还有一般都会有一个马塑马在那里，你知道那个马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很简单辉煌腾达步步高升所以拜文昌之前一马当先所以拜文昌帝君之前先去拜马爷马爷就可以载你这个步步高升这些都是很有趣的，对不对？是。而这些都跟司命信仰有关。好，但是最大的司命神是什么呢？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它不止7颗星，它有9颗星叫九府它事实上就是管理人的生命所以我们民间有南斗助生，北斗助死如果你要出生要好你要拜南斗南斗当然它有一个主宰的神就这个南极仙翁这个北斗当然还有一个北极星好，这个北斗后来到道教就有北斗经这个北斗的每一颗星都跟我们的寿命有关，而且你不同的星数如果你学紫微斗数的话，你就知道不同的星数还要拜不同的斗星。是。那这些都是几千年的传承好，那我们的生命就跟这个北斗星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消灾解厄我们要去拜北斗星如果我们要延寿，也要想办法去拜北斗星，让北斗星给你添寿那你也可以长寿所以北斗信仰这就跟我们的生命元神有关，所以民间就形成了这个礼斗或者拜斗的仪式就是我们要拜北斗星，那帮我们消灾解厄，增强我们的元神，让我们长寿那这个到民间也发展出过七星桥
用那个北斗元神来增加我们的生命力量，啊，所以这些都跟司命神有关也有我们身上我们住的地方也有司命神啊，这是在天上的，在人间呢有2种司命神，一种呢就是赵金啊，赵金我们称之为叫9天司命啊，他也是天上派来的，派到人间，因为你家里一定要烧火煮饭嘛，那你们的人间的基督家的人，你都会经过灶嘛，啊，所以灶神就把你一生的那个你每天做的事都把你记录的清清楚楚，然后他什么时候会上天禀报呢？一般我们传说啊，这个灶王爷会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年底的时候不是要请众神吗？是，顺便就送灶王爷上天啊。那我们就害怕灶王爷啊都说我们坏话，怎么办呢？我们就在灶上啊，到的这个灶王爷升天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汤盐都煮给他吃，以及送到这个灶门口要推汤盐啊，推汤盐的时候就把他的嘴封住了。他到了上天就不会去讲你的坏话，让他吃点甜头，吃点甜头，然后上去讲好话，上去就不会讲你坏话这当然也是民间的一种灶王信仰当然灶王爷如果年底再把你公公都送上去，那个步太长了啦，所以一般来讲，也有人认为灶王爷是每个月都初一十五都会帮你。都会上天去禀报啦，那怎么办？那初一十五拜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初一十五拜神也是。那我们没有拜神的怎么办哎呀，这都是传说啦，拜不拜神不重要，这个就是司命信仰而来的一种仪式嘛。是，所以我们要初一十五要拜拜，表示我们有拜，表示我们透过祭祀增加我们的福德嘛。是不是也让他在。每天记录让天上记录初一拜拜15拜拜是不是当然，如果你每天拜拜，不会每天都记录。所以我们为什么过去我们要一定早晚要去烧香拜拜我小时候也是每天的烧香拜拜都是我的工作。这个或许你每天如果你没有做恶事，至少烧香早晚烧香那就是善嘛，是不是？是。所以我们要这个每天要日行善事嘛，是不是？是所以有人说，我们至少每天要记录3件善的事，是不是？所以孔老夫子讲，吾日三省吾身。我每天要反省3次，当然是要反省好的是不是？那好的以后呢，这个灶神就把你记录下来就把你传上去是不是？所以这个都传说。还有一种，这个属于道教的。信仰叫做三尸神三尸神就是说我们身上当然这个尸也可能就寄生虫了微生物了我们身上有3种微生物寄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三尸神呢每天也会观察你的善恶，把你记录的，把你的这个善恶都记录好的，然后呢就到天上去找他主管的神，把你的善恶记录下来所以你的善恶都记录下来了。那怎么办呢？道教就产生一个功法，叫做斩三尸透过我们的修炼把那个三尸虫斩掉或者是透过修炼脱离那三尸虫呢就不会上去报你的恶事那你就有善就不会去功过簿去记录好，那么主宰功过簿的是谁主宰你的生死簿的就是北斗七星。北斗七星所以北斗七星也就是司命神。那怎么办呢？有善恶会改变你，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寿命是早就安排好了，对不对？好，那么你行善的话，你善多的话，它就可以增加你的岁数。那你行恶的时候呢，它就会把扣你的岁数。所以你行善行恶，第一个可以现世报，
你行善之人，你就可以得到现世报，然后你就可以因为记载的多，你就可以长寿啊。那么你行恶的人也可以现世报，记载的多以后就把你克扣下来啊。这个在道经里面啊，都讲得很清楚。后来道经里面就有刚才讲的那个功过格啊，就是你自己每天算啊，做善事的打锅，做恶事的打锅啊，那恶的越少，善的越多啊，那你天上也是这么算的，那你就可以长寿一点啊。所以这个现世报啊，其实也是蛮有用的啦啊。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来世报，我们可以现世报啊。这个是这个私密信仰啊。所以私密信仰啊，在道教也好，在传统所以私密信仰比道教还更古老，它不是只是道教专有的。私密信仰其实是几千年来的，所以在先秦时代啊，就已经有善恶报应之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啊。老师，我现在发现真的做人蛮不容易的，也有城隍爷，有知命星君，然后掌管的我们的善恶福祸，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诸恶莫众善奉行，诸恶莫作。是，这句话很重要。对这一句话也是《太上感应篇》里面讲的。是诸善奉行。这个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善我们就要好好的做，那恶我们就要每天的减少，甚至不做。这个就是说几头三尺有神明了。这也是私密信仰，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做恶事人家不知，我们可以说有四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所以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知道。是天上无所不知，这就是古老的私密信仰。当然，你能说私密信仰是迷信吗？那就是要看你有没有神的信仰。你有神的信仰，几头三尺有神明，因此你的善恶都有人记录。这些记录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当然我们可以用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来表达。就像那个韩国片的《与神同行》是，你说怎么天上这么厉害以前记在那个生死簿上，那还太慢了啦。我现在可以用这个网络我可以用那个信息你所有的你生活的片段，我都存在我的宇宙大网库上。你来审判我，直接就调出来。他直接就放在大荧幕这样子。对，就是点，你看你哪天哪日做的什么，你哪天哪日做的什么，马上就，你根本就没有反驳的余地。是，你说这是不是很科学？其实天上那个生命信仰，是不是他早在几千年就进入到这个网络的时代里面，是不是？他早就不需要记功过格了。那这个天堂这个星辰世界里面，它早就是一个宇宙大资料库。你一生的资料，它随时都已经存档，而且随时都可以提领。是，这多厉害，对不对？是所以我们只是用现在的科技去描述那个厉害的无形世界。是，而那个厉害的无形世界，可能比我们发达的更超前了，是不是？是。我们现在的科技世界，说实在，可能在神话时代都已经描述了。比如说我们讲佛经了，那个后来的佛经都讲如是我闻，对不对？他前面讲佛陀在哪里开座的时候，他讲到他一讲，几亿的人、几十亿的人、几百亿的人都在听他讲经。那我问你，佛陀在哪里讲经？佛陀就是在我们这个网络电视台吧？不然怎么可能佛陀一讲经法，几亿、几十亿的众生都听到了？是不是？是。现在都是用媒体在传法。老师，我刚刚你刚这样一讲的时候，我在想说，
会不会其实天上的时候，它也是就是已经有一个大网络了？本来就是就嘛众神，所以我们现在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其实早在无形的世界里面，早就已经是这个样子存在了，只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发现。对啊，然后现在发现，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不用花名，不用花名，不用花名是对的，因为说实在的，我们今天的科技其实早就在那里。只不过我们用人脑慢慢的去把它一个一个把它找出来，所以有人说，其实我们这些发现可能是外星人来教我们的。是，所以我们甚至有人说，我们今天手机啊什么，搞不好就是外星人看到我们怎么进步这么慢，干脆给我们一个那个磁片或者一个磁卡然后就快速发展。这或许也有可能啊，是不是？是。不然我们过去啊，那个还用电话打了老半天，然后马上就是手机，然后很快的进入到现在的这个智慧型手机，然后可以上网。我问你，这谁教我们？没有啊，这样真的就是发现哎。所以老师，那这样如果讲起来的话，我们平常就是说我们一般在比如说我们接收讯息，有一些比如说可能灵通啊，或者是就是可能他就是可以有感应能力的人，其实应该是讲说。会不会就是说他自己本身来讲，他也发现了，其实这天上的讯息早就已经是存在那里，是无所不在。那只是我们可能人心我们没有很静，然后我们没有经过修行，我们静不下来的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去发现这些。你讲得很好这些都是我们这个节目要陆续要去解决的，只是跳得太快了这中间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处理。才能够慢慢的去解决我们所谓的灵界的世界。说真的，我们到今天，我们对灵界的世界所知还是有限。是好，那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教授来和我们分享。那我们接着下一集呢，我们来谈灵界世界。是，我们再来谈教授所谈的这个主题。OK， 谢谢各位观众收看。